赵丽颖离婚5年再被点名，这次她靠的不是前缀，而是作品本身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一段结束了的婚姻，总会留下回声。有人被困在回声里转圈，有人干脆掉头往前走。赵丽颖离婚5年，从被议论的那一个，慢慢变成被期待新作品的那一个，眼看着已经在新赛道上跑得挺稳，却在一次活动里被黄晓明随口提到名字，又一下子被推回舆论聚光灯。大家真正好奇的，其实是一个问题：他现在这口碑，真的是时间冲淡一切，还是他拿作品一砖一瓦砌出来的？很多人看赵丽颖今天的状态，会下意识觉得她好像一路开挂，但把时间往回拨一点，你会发现她的起点和天选女主这4个字完全搭不上边。非科班，不带背景，最早是从地方电视台的选秀节目里露了个脸，才摸到一点进入行业的机会。那会儿她在剧组里多半是没名字的小角色，镜头不到10秒，台词可能就1句，甚至还会被剪掉。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在这种别人打完收工，她还在等群演通知的阶段，她的节奏从来没松过。业内曾经有过一个不完全统计，她有一段时间1年待在剧组的时间超过300天，横店、象山、外景地来回跑，换戏服的时间比回家的时间多。很多老戏骨形容那种工作强度，用的是见天不见的这4个字。赵丽颖真正开始被观众记住，是在古装偶像剧扎堆的那几年。圆脸，眼神清亮，哭戏不扭捏，她身上那种村里刚进城的小姑娘的气质，很快就被编剧和导演捕捉到，于是一个又一个类似的角色找上门来。那段时间她确实火，收视数据很能说明问题。某卫视公开过一份当年黄金档剧集收视榜，她主演的古装剧里，单集最高收视率一度冲到全国前2名，网播播放量也长期排在平台榜单前列。但一边是数字漂亮，一边是声音刺耳，关于她的评价常常只有2类，要么夸她接地气，要么说她戏路太窄。我当时看评论区，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说法是，她就是常在古偶里的女主脸，一放到现实题材里就会出戏。这个标签一贴就是好几年。说直白点，她被自己的成功反过来绑住了。资源虽然跟着上来了，可行业给她的定位就是稳住古偶收视的那一块，哪怕她自己心里已经开始琢磨转型。她的转折点其实悄无声息地从工作方式上就露出端倪。以前是高密度亚戏，不停地拍，不停地播，像在跑步机上狂奔。后来你会发现，他开始减少同一类型的接戏频率，1年不再什么都接，而是慢慢把古装偶像剧压缩，把现实题材、年代故事的比例拉上去。有一位和他合作过的执行制片人在访谈里说过一段话，说他有一阵子几乎把所有档期都压在一部现实题材剧上，推掉了不少拍完就能热一波的古装项目。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觉得他在跟自己的流量过不去。现在回头，这种硬掰方向盘的选择其实挺冒险，不过他就是那种认死理的性格，一旦认定就会往前顶。婚姻那几年，他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变成了另一种难度。工作、家庭、舆论3件事缠在一起，你很难说哪一块压力更大。一些公共数据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在她结婚、怀孕那段时间，相关话题的热搜数量明显上升，挂着她名字的条目里，关于当妈家庭感情的占比远超作品本身。那时候我看着都觉得有点可惜，明明手里作品一部接一部，大家却更热衷围观她回不回归，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。一旦把焦点放在这种位置上，演员本人其实挺被动的，因为社会期待会自带滤镜，有人希望她慢下来做个全职妈妈，有人又希望她马上回归巅峰，在荧屏上拼命证明自己。
有一点，他恢复工作的速度确实快。公开报道显示，他生育后不到1年时间，就已经回到剧组投入高强度拍摄。那会儿有媒体记者在片场偶遇过，说他每天拍到很晚，收工后还会跟导演和编剧讨论第2天戏份的调整，把前后几场戏的情绪走向捋得非常细。那种状态，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说法，就是特别拧，非要把自己拧到刚刚好才肯松手。慢慢的，他在不同剧组里的风评开始变得统一稳定、敬业，对角色细节够执着。有些年轻演员提到他时，会说一个细节对戏的时候，他会根据对方的节奏调整自己的停顿和目光方向，哪怕镜头不在他身上，他也会把完整的情绪走完，不会因为反打就松懈。别看这好像是小事，在长期拍摄里，这种稳定反而特别难得。离婚成了一个节点，舆论层面看起来像是故事翻了篇，但在他自己的职业路线里，这个节点更像是一个加速带。以前他是在转型路上试探，现在则是干脆把重心彻底压在作品上。婚姻不再是他被讨论的主入口，作品开始重新成为大家点开他名字的理由。他先是在商战、现实主义作品里露面，再慢慢往基层、年代人物扩展。数据给出的反馈很直接，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作品在不同平台都有破圈表现。有传媒机构统计过某一年主流剧集的网络讨论度，他主演的2部现实题材剧都挤进年度前列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过100亿，这种体量已经远远不是单一古偶爆款能的。对他来说，更关键的是奖项和业内反馈的转变。他开始出现在一些主流奖项提名名单里，不再只是人气最佳网络影响力这种带流量属性的奖，而是实打实的表演类提名。当行业把你放在和一批实力派女演员同一个候选名单里，其实已经在用另一套尺子看你了。说到这一点，就绕不开那部被频繁提及的小城大事。这部作品的宣传期是他口碑发生集中放大的一个窗口。剧里他饰演的是基层干部，角色不靠滤镜，不靠精修，很多镜头是直接用生活感去撑起来的。对于一个曾经靠填灵动出圈的女演员来说，转向这种朴素甚至略显糙的人物，不仅是造型上的放下，更是表演路线上的下潜。剧组在路演和访谈里多次聊到他在片场的状态。导演说他在处理角色逻辑时特别较真，有时为了一句台词要重复推敲这个人物在那个年代、那个身份会不会说这么漂亮的。如果不合适，他会主动提议改成更接地气的表达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公开花絮，有一场夜戏，拍的是他在雨后走访村民，现场泥得很滑，他的鞋底已经沾满泥，镜头外有人提醒可以铺垫板或者换角度，他坚持要走完那段原设定的路。后来那条用在正片里时，观众能清楚看到他鞋子陷进泥里的细节，那种笨拙的步伐反而特别符合角色当时的处境。这种把不体面的细节留下来的选择，还是把人物放在第一位。大家现在讨论黄晓明那句评价，往往更关注前夫朋友关系链这些外围信息，但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语境里，你会发现其实内容很朴素。他提到自己母亲特别认可赵丽颖，觉得她规矩、认真，是那种做事很踏实的演员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来自长辈视角的肯定，在传播上的说服力往往出乎意料的强。年轻观众看专业评价，长辈观众看人品印象。当一位公众人物被一位长辈形容为规矩踏实，这几个词就很容易穿过代际，把他从流量演员的格子里轻轻推了一把。后来在同一轮宣传里，黄晓明又补充了一层，说他在整理表达、理解角色上有很强的能力，能把一些普通的文字讲得很有条理。
这个评价乍一听不花哨，却非常接近行业内部看人的标准，不是问你有多会吸粉，而是看你在创作现场能不能把戏讲清楚，能不能让对手戏舒服。和他一起合作的年轻演员有过类似反馈，说他对戏前会主动和对方沟通节奏，甚至会预先设计一些能帮助对方进入情绪的小动作，比如递水的方式、停顿的时间等等。导演组则在公开资料里强调，他的持续性表达能力很强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靠一两场爆发戏抢眼，而是能把角色从头到尾稳定地撑住。这些零碎的评价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个很明确的行业画像。赵丽颖已经不是那个只靠角色类型吃红利的小花，而是一个可以被放心交付主流题材的主演。于此，她的市场定位也在悄然挪位。以前提起她，评论区高频词是古装甜收视女王，到这2年，越来越多的是现实题材稳定输出，演技进步很明显。这种话语环境上的变化，往往比单纯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。观众对一个演员的期待，一旦从好看变成能演，那就是等级上的变化。再看另一边，冯绍峰这几年明显把节奏放缓了。公开数据显示，他近年来播出的作品数量比结婚前少了很多，参加的综艺活动也不多。娱乐圈的更新换代向来很快，你一旦出，讨论度就会自然滑落。离婚4年后回头，2个人的职业轨迹几乎已经形成一个清晰的对照面，一个不断用新角色堆高自己的作品身高，一个选择把曝光频率调低，往后站一步。谁的选择对谁错，倒真说不上，只是放在同一时间轴上，难免会被拿来对比。黄晓明那句评价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被放大，其实也跟这种对照有关。舆论场里有个惯性，喜欢找一个性的声音，把长期的变化塞进里。那句夸他规矩、认真、踏实的评价，本质上只是一个放大器，把他这些年在剧组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形象集中亮了一下。真正让这束光有底气的，还是他手底下那一部部作品。时间确实有冲淡八卦的能力，但时间本身不长眼，它只会帮那些持续产出的人把泡沫滤掉。赵丽颖这几年的转型，说到底是一场从争议中心走到作品中心的移位。我个人看她这段路，有2个特别明显的感受。一个是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被记住什么，不是红毯造型，不是私人情感，而是角色。你看她的公开发言，很少主动回应感情细节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角色、讲剧组、讲创作。这个选择让她少了一些爆点，却多了一条相对安稳的上升线。另一个是她敢于跟自己的舒适区较劲。从古装女主往现实题材走，本身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需要接受观众从她真漂亮转向这场戏她还可以再抠一抠的苛刻视线。很多人卡在这个门槛上，要么在舒适区打转，要么干脆被淘汰出局。她算是挺硬地挺过去了。这几年关于她的评价，已经不太是时间帮她洗白了，而更像是作品帮她重写了简介。黄晓明的那次点名，只是让大众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他在业内的名片已经悄悄换成了另一张。至于是作品改变了评价，还是环境重新定义了他，我更愿意把答案拆开看。环境当然有变化，行业对所谓流量演员的态度比以前冷静多了，观众也逐渐从追热点转向追口碑。可真要说谁抓住了这种变化，还是要看个人的选择。赵丽颖的选择是把手里的每一部戏都当成再证明一次自己的机会，而不是指望某一次舆论翻盘就能一劳永逸。说到这儿，我其实挺好奇大家心里的那条划线，在你眼里，从哪一部作品开始，你不再把它当古装流量小花，而是会认真看她的表演细节？
是某个现实题材里的争吵戏，还是某个年代戏里一句压低声音的台词？欢迎你把那一幕、那一场戏、那一瞬间写在评论里。等多年以后再回，也许我们会发现，一个演员真正的转型节点，从来不在热搜上，而是藏在某个夜晚你默默追完的一集剧里。